不敢说自己是外汇大神，不过自己做了10多年的股票，又做了7年的外汇，也算是外汇市场的老油条。老油条也有马失前蹄的惨痛爆仓经历。懂我的人不需要解释，不懂我的人没必要解释。还记得7年前最冷的一天，2011年冬至，在股票中十分得意的我，偶然间在网上听说了外汇这个投资方式。这时候做外汇的人还不多，凭着网络搜索的有限外汇知识，我试着开了一个外汇模拟账户，开始了对外汇知识的最早摸索。由于谨慎和对陌生外汇的恐惧，已准备好双币种信用卡的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不敢注入资金。这期间，我还继续用残余的资金在沪深股市进行投机，但证监会新的限涨不限跌的政策让我心里火很大，心说大不了爆仓了，就是自己本身也有正经工作，这点钱也不伤筋动骨。再者说，我还没被外汇爆过仓，总觉着这人生体验不够全面啊。于是爆仓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极度的焦虑与惶惑中，我也不想天天盯盘，冰冷的现实折磨着我脆弱的灵魂，我度日如年，无法自拔，日渐消沉，我更加自我封闭。但在内心的深处，我仍然坚信我会有翻身的一天，我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我并不十分明确那究竟是什么机会，什么事业，在深深的煎熬中我撑到了年底。某一天半夜，噩梦中我又一次惊醒，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干脆爬起来穿好衣服，来到电脑前面，颤抖的双手用双币种信用卡向外汇账户按最低金额注资$250。在永远也不会磨灭的 A 股遭遇之后，我又开始了另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一夜，我用作波段的手法赚了$20多，但很快在第二天就爆仓了。这种惊险与刺激的体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苦苦等待2个月后，我用工资偿还了信用卡内的部分借款，又向朋友借了500人民币。在获得新的授信额度后，我又注资$250，开始了第二次外汇交易。事实是，仅1-2天又爆仓了，又是在等待1个月后用工资还了借款。这一次注资多了点，是$300，很快就赚了$100多，保证金变成了$400多，但由于多做了一手，并且舍不得斩仓，不到3天又爆仓了。第4次注资用了最大的额度$273，麻蛋，又是很快爆仓。就这么用工资还信用卡内的借款，授信额度、注资保证金、外汇，连续4个月的焦灼等待，连续4次的爆仓。在我们这个经济落后、人们思想守旧的2、3线城市，我的工资是很低的，远远满足不了生活需要。这也是我义无反顾相继进入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的根本原因。可是出师未捷的巨亏，使我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外币透支的利息、楼房贷款、物业费用、水费电费都无从应付，招致了巨大压力。这几个月的日子真是长1日而9回，居则呼呼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思耻，汉未尝不发被沾衣也。生活还得要过，外汇还是要炒。亲友拒绝帮助，不会施以援手。人性是自私的，况且他们又保守，又怎么能苛求呢？可是我怎么办？在这种弹尽粮绝的境地怎么办？在焦虑中，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再申办信用卡，循环使用。尽管我知道这样做十分危险，无异于饮鸩止渴，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在向2个银行递交了申请，苦等1个多月后，终于有一个通过了，但另一个因我在该行有按揭的问题没有通过。还好，毕竟有了一个救星。在迅速开通了信用卡之后，听客服说不能用于国外网站购物，我顿时如坠冰窖，瘫坐在椅子上。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用它向外汇账户注资，那我要它干什么？呆坐了很久，我想也许不是这样，就再拨打了客服，这一次没那么肯定，让我试试。试一试也行，我试了一下，通过了。这张新卡额度较大，我使用了$500，前面几次都因保证金太少才会全军覆没，这次2倍的保证金该不会重蹈覆辙吧？因为保证金翻了番，再加上前几次的教训，这一次交易持续时间稍长了些，但由于未严格控制仓位和及时止损，1个多月后再次爆仓。我可怜的第5次外汇保证金交易。
平日周围那些侃侃而谈、自称心态良好的人们言行中流露的胆怯和惊慌，让我想起了华威先生，觉得好笑后是恶心。事态大抵如此，我更加坚定我的信念，只有外汇保证金才能帮助我摆脱贫困，远离那些鄙俗的人，实现我的人生梦想。又是数月的漫长煎熬，幸好中国银行说我们这是灾区，可以3个月后再还款，这样我又有了一点喘息时间。终于在得知工资到了的一个晚上，我又忐忑不安地开始了新的交易。这一次注资额是$312，这一天是911。当然这次做的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在105至107之间反复做多 USD-JPA。 第一周获利200多，第二周又是200多，第三周100多，我想再加把劲就可以把信用卡的欠账还了。然而接连的获利让我放松了警惕，加之对金融危机影响汇市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11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清晨，在 105.20 附近做多每日被套的情况下，我用900多的保证金加仓二手。2011年10月6日晚第6次爆仓，这一次的损失前所未有，使我完全无力收拾残局了。孤独、无助、痛恨、后悔、郁闷的悲哀情绪充溢了我的头脑。老天不助我，又何必如此无情？是不是我选择的这条路选错了，它根本就走不通，亦或是我原本就不适合走这个路？我开始问自己。自从踏入汇市以来，我从未怀疑过，可是却没料到输得这么惨。不是这条路不通，是我自己没走好。我想，如果我不进入股市、汇市，就不会凭空增加那么多的债务，不会有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痛，也不会有如此惨痛的教训。可是即使我没有进入高风险的资本投机领域，我也不会安于现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又万般无奈的面对那使我深以为耻的职业，庸庸碌碌的了此残生。多么羞愧啊！18岁参加工作了整整18年，可是从来没有1个月工资有剩余，从来没有挣钱够花的感觉，也从来没有认为这个职业会让我富足，为这个职业感到自豪。虽然人不只为了金钱而活着，可是人生70古来稀，我都过去一半了，还如此的困顿，淫人苟且，又拿什么去给养黄口小儿和白手老母？呜呼！经过了前面多次的爆仓经历之后，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交易下去了。这样下去，就算有再多资金，最终肯定还是会以爆仓结束。我决定从过去的交易中去总结经验，找到我一次次爆仓的原因。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我买来了很多关于外汇交易的书籍，而且也在网上买了很多关于外汇交易的资料和教程，整整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我看完了8本书和1000句的视频教程。通过这次疯狂的学习，我才真正找到自己爆仓的原因。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对外汇的知识已经掌握得很全面了，所以就一直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去操作。但是通过这次完整的学习，让我彻底的认识到，原来我只是一个比刚刚入门的新手，懂得的知识稍微要多那么一点点。可笑的是，我还一直把自己当作很牛逼的人，以为自己懂得已经很多，觉得自己每次的交易策略都是无懈可击的。但是通过这次的系统学习，让我彻底明白了一句话：学海无涯，苦海无边。现在想起来都想抽自己几个耳光，一直自以为是的我，原来其实只能算是一个菜鸟，和那些讲课的老师比起来，简直就是乌合之众。不过幸运的是，通过那次学习，让我真正的认识了自己，认识了外汇。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清仓交易，慢慢的把书本和教程里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一边测试一边总结。就这样坚持了半年，让我真正的开始从爆仓到可以持平，直到现在可以稳定的盈利。这应该就是命吧。如果不是之前的那么多次的爆仓，我也不会下定决心去系统的学习一次，更不会让我认识到那么多问题。现在虽然已经在上海买了车子，买了房子，也算是外汇市场中小小的成功者，可每当我想起以前的炒汇生涯，鼻子总会一阵阵的酸。现在我不知道是要感谢自己，还是要感谢那几本书和那些教程。反正不管怎么样，如果当时自己没有下定决心系统的学习一次，肯定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好了，闲话也不多说了，今天就在这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鼓励一下那些可能现在正在处于亏损阶段，还有那些想做外汇
但是又在犹豫不敢做的朋友们，不管你之前有多少辉煌业绩，一定不能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不去系统的学习外汇交易知识，肯定是不行的。好了，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关注我，明天见。